终于忙完了。今天发这个视频，不是想博得任何人的同情，而是我实在绷不住了。公司创业失败，人生太多的不如意，现在负债190万，不敢和任何人说呀，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敢说，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说了我怕他们难过，怕他们承受不住，因为我也老大不小了，我也40岁了。中国房地产危机和经济低迷，再加上中共打击私企和外企，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内需疲软，中产返贫。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中国消费者认为自己消费降级。一线城市消费降级现象让人是触目惊心。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深圳，曾经的消费热潮如今已经消退。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勒紧裤腰带，捂紧钱包。很多年轻人开始存钱，大家减少消费了。原本热闹商场，现在变得是冷冷清清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人消费降级的这个话题。去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面下跌，深圳跌了 2.5%， 北京跌了 6.3%， 而上海与广州更惨，跌幅接近 10%。 别小看这几个数字，它背后意味着无数餐饮店老板和零售业主都在煎熬，意味着中国人的消费力崩塌了。我们从最近上海发生的事情就能看出当地中产消费降级的程度。首先呢，以前中产喜欢去健身连锁品牌威尔士健身，但去年威尔士遭遇经营危机，从去年年底起爆发倒闭潮。威尔士呢，在上海主打的是中高端，去的人里面呢，中产阶级占了一大半。这2年经济不好，私教课买的人呢越来越少，最大的利润点没有了，现在连房租都付不出来了。其次上海的有些高端月子中心也开始关门。为什么月子中心也撑不住了呢？普通人呢去不起，之前消费主力的中产现在也不去了。还有上海的国际学校人呢也比之前少了很多。以前的中产家庭都想着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往高处爬，把孩子呢送到国际学校。但是从去年开始不少中产家庭呢都让孩子转学去了公办学校，开始躺平。收入下降了，那么贵的学费负担也太重。北京有车有房，年薪100万的这些中产，原来吃喝不愁的，为什么现在消费也降级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北京现在的房子降价了。原来它的房产值1000万，但是房子降价以后，它的资产直接就变成了750万，直接就缩水了250万。尤其是贷款买房的，一个月要还大几万的房贷，哪还敢消费？再有就是现在北京的一个经济其实并不好，很多大型的企业都在降薪，都在裁员，很多小的企业也是在奄奄一息，尤其是实体行业，尤其是做餐饮的，那简直是太卷了。我们前2天去新世界的餐厅吃饭，挺大的一个餐厅，100-200平米，中午的12点都没什么人吃饭，那能不赔钱吗？大家现在都不挣钱，哪还有钱去消费？我现在告诉你上海一个离谱的情况就是上海的中产阶级不结婚不生娃，然后在上海有3套房，三亚有1套房，国外还有2套房。就这样子的朋友他现在消费降级到什么程度？就是昨天咱俩不是一起出去玩嘛，说要不要点杯什么喝的，一起来喝一下嘛。当时就跟我讲，现在超过30块的咖啡我都不喝了。当时我在想这可是在上海，哪里有什么低于30块钱的咖啡嘛？后来他就带我去了星巴克，我当时就心想，星巴克这一杯怎么也要30多块钱他就拿出他手机他当时没有直接点单，我一看差不多38块钱的咖啡，就是在那个上面就只要20多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讲，你看真的有30块钱以下的咖啡。在中国，越来越多 Z 世代买家选择平替品、名牌商品、高质量复制品。这些仿制品呢，虽然并非廉价假货，但与正牌相比，价格会低很多。例如，Lululemon 打底裤在官方中文网站上为人民币750元，那么如果在中国电子商务网站上搜索瑜伽裤，就会找到其他选择，价格低至35.2块，而且宣称和正牌质量相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
很多年轻人开始存钱，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在中国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许多年轻人分享节约购物开销的心得，一些网红分享如何少花钱。有关如何省钱的帖子已经超过150万以上，总观看量高达1.3万人次。年轻人一定要学会降低消费。以前的我拿着月薪2万的工资，过着所谓的精致生活，每天一杯30-40的咖啡，时不时的餐厅、酒吧、娱乐、购物，月光族、超前消费，正是我之前的生活代名词。追求一时的快乐，成功掉进消费主义的陷阱。当我学会消费降级后，我发现原来一杯咖啡可以买到2斤的排骨，100块你可以在超市买上这一车的零食，够吃上1个礼拜。以前的我不喜欢逛超市，觉得好麻烦，不如网购送货上门来的方便。但是现在才知道，原来超市的折扣活动会比某些软件的满减还划算。1块钱的可乐，1块钱的零食，1块钱的日用品。其实消费降级不是不消费，而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更多性价比的选择。每天一杯咖啡，一天30-40，一个月就是600-700，一年就是近1万。但是也可以买个咖啡机，自己做咖啡，一次也就才3块。1000块可以是1晚的酒吧低消，也可以是1年的健身房。用1年省下的5-6千去旅游开过眼界。消费降级是降低非必要物欲的生活态度，脱离消费主义的陷阱，也是一种智商升级。25岁女生应该有多少存款？我是98年的，今年25岁，这是我的存款，你们觉得是多还是少？和同龄人相比，虽然不算多，但也是我这个普通本科生能力范围内最大的限度了。我去年本科毕业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医美公司做剪辑，工资开始每个月到手只有5000，到现在每个月差不多可以拿到1万。我每个月都会固定存钱，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在28岁回老家之前存到35万。我每个月都会合计自己的开支，如果这个月花多了，下个月就会省着点花。生活方面，我不会盲目追求大牌，穿的衣服、鞋子、用的包包都是一些不超过200的东西很少去实体店买，更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和性价比，用平价的东西也不会觉得丢脸，也不会超前消费。这个社会上，但凡你有一丁点的存款，不管是5万还是10万，只要你有，我跟你说啊，那你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鬼话，说什么钱是靠挣出来的，不是靠省出来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我们要及时行乐。这些话呢，都是讲给废物听的。一天你需要用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或者呢，最现实的是你的家人生病急需用钱的时候，你连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你去找亲戚朋友借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有多么的无助。世人的眼光啊，都是看不起你的，都是歧视的。我告诉你，医院他会救一个坏人，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去救一个穷人。你想想是不是？也千万不要觉得钱少就没有必要去存，哪怕你是几百块钱，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存，积少成多呀。毕竟自己手里有粮了，遇事才能不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会过得越来越踏实。这个呢，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吧。为什么大环境这么差？因为有3类人，他们发现了世界真相。第一，有钱人发现不乱投资，自己的钱是花不完的，所以他们不投了。第二，中产发现只要不生孩子，钱也是花不完的，而且还能过得很舒服，所以也不生孩子。第三，年轻人就更简单了，只要不买房、不结婚、没有房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随便挣点钱都够花，所以呢，不买房、不结婚了。我发现啊，只要不瞎折腾，不掉进资本设计的陷阱里面，可以省去90%的烦恼。大家都减少消费了，原本人声鼎沸的商场现在变得很冷清。大周末的商场又没人，今天还不如昨天呢。我也快失业了。给大家看看，这过道呢，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是6点多，周6日呢，我们是到8点。我现在呢，心态也不平和了，我也不去焦虑了。像在前段时间呢，我要焦虑啊，我每天我脸上的疙瘩呀哪都是。现在我想开了，就随遇而安。如果我在焦虑啊，我在得病，然后再去花钱看病，都亏大了。所以啊，就跟我对面姐姐说的，你别再焦虑了，顺其自然，大家都不好。你要有能力，你能改变市场也行，问题是你改变不了市场，是吧？所以啊，就别着急了。你们看啊，没人。现在我听到说话声音了，但是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熬着吧，还有1个多点就下班了，等着回家吧。我今天呢接了一波顾客呢，他是还没想好什么时候装修呢。我现在呢就特别希望能接待就是快装修的，或者是已经开始装修的，这样他能签单的几率要大一些。这位博主表示，在天津市中心有一座豪华商场，大门紧锁，空无一人，
周边杂草丛生。我在天津市中心又发现了一座空无一人的商场啊，就是我身后这个商场啊，这个商场是绝对的天津市中心的一个商场啊，我就非常意外啊，它居然没有一个人啊！我在天津旅游的这段时间啊，我就发现天津的很多商场，要么人很少，要么就像这个啊没人儿啊。那么现在呢，就去看看去啊，非常让我意外，没人儿啊。看看啊，前边这个大楼就是天津绝对的市中心金湾广场啊，天津很多的高楼大厦都在这一块呢啊。然后就是我手指的看到这边草地了吧？就是这个就是空无一人的啊，这个大商场的。然后往前面走啊，就这块草地往前面走，大概100米左右，就是天津市中心的意大利风情区。所以你想想，这个商场它的位置多好，多优越呢！你们不是都希望胖东来到你们的城市？你来看我们这个城市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都会。基本上，看从1楼还有点人，2楼、3楼、4楼，基本上都是空的。然后往这边转，看。胖东来生活广场，这边就到生活广场了，那边排队，这边全部都是冷冷清清的，感觉怎么样？看都豪华地段呀，和这个胖东来一墙之隔，全部都是空的。你看这么大的门面，都没人住。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